近些年来，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一直将中国视为潜在威胁。在中美会晤之后，两国便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美国更是极力拉拢亚太盟友来遏制中国，而日本就是这些盟友当中表现最为积极的一个。他不仅与美国发表联合声明，扬言要一起干涉中国内政，插手台海问题，还打算访问印度和菲律宾，替美国传话，简直就是活脱脱的一个马前卒。但是最近另外一个国家的表态却狠狠地打了美日的脸，这是怎么回事呢？据新华社报道称，4月26日，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分别在河内会见了我国防部长魏凤和，双方就当前一系列问题展开了会谈，并达成了广泛共识。同时，在南海问题上，越南也表示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的原则，坚决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并且承诺永远不会跟着其他国家一起反对中国。毫无疑问，越南这番表态也是狠狠打了美日的脸，因为我们都知道，越南作为我国南海周边的重要国家，一直都是美日拉拢的对象，两国的高官还经常访问越南。不仅如此，美国还送给越南多艘巡航舰艇，日本也对越南加大了经济援助。但是面对美日的拉拢，越南现在却明确表态，永远不会反对中国。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美日拉拢无效了呢？在我们看来，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越南深刻认识到南海问题的本质其实就是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事情，与美日根本没有关系，并且通过近些年和中国在南海的博弈，越南开始认识到合作协商远比正面对抗要更符合本国利益。其次，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许多与中国合作的国家都得到了红利，越南就是其中一个。所以在此背景下，越南很清楚，跟中国对抗就是和钱过不去。最后，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中国综合实力在不断强大，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上，我国都有了较大的提升。因此，越南才会拒绝做美日恶华的棋子。毕竟远亲不如近邻，和中国搞好关系才有利于越南的发展。另外，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我国实力的不断强大，美国想要联合盟友来对抗中国的计划注定会落空，而像越南这种拒当美国棋子的国家，将来只会越来越多。近一段时间以来，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局势似乎已经到了一个紧张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众所周知，俄罗斯的军事力量远高于乌克兰。如果乌克兰方面想要直接与俄罗斯硬碰硬的话，乌克兰肯定会输得很惨。前不久有消息称，俄罗斯方面已经派了10万大军前往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边境地区。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面对俄罗斯的10几万大军，乌克兰方面选择向美国求助。美国方面接到乌克兰的求助之后，也积极地做出了响应。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美国海军的第6舰队于4月27号表示，美国海岸警卫队的汉密尔顿号巡逻舰目前在黑海水域。据了解，美国的舰艇进入黑海主要是为了支持他的盟友和合作伙伴。显然，他们进入黑海的目的很大可能就是为了支持乌克兰。毕竟，俄罗斯在黑海地区已经做出了相应的措施。不得不说，美国的这一做法确实有些危险。不仅不能缓和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局势，反而还会给当地的局势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不过，通过美国方面的这一举动，我们不难看出，美国这次可能铁了心要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对此，俄罗斯方面也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俄罗斯的外交部部长在近日的一次采访中表示，乌克兰方面不应该指望美国所提供的军事援助，指望美国提供的军事援助是没有意义的。通过俄罗斯外交部长的话，我们可以感觉得到，俄罗斯的这番话是在警告乌克兰，让他们不要妄想着美国会尽全力来帮助他们，乌克兰所做的一切会是一种徒劳。然而，这已经不是俄罗斯第一次警告乌克兰了。但是，令人感到费解的是，这次明明是美国巡逻舰自己来到黑海海域的，俄罗斯方面为什么不直接去警告美国，而是去警告乌克兰呢？难道俄罗斯是在害怕美国吗？对此，有军事观察人士做出了分析。据军事观察人士分析，作为世界第2大军事强国的俄罗斯肯定是不会惧怕美国的。虽然说美国舰艇来到黑海地区，但是美国军方却没有特指他们要支持的国家到底是谁。俄罗斯方面如果在这个时候贸然警告美国的话，无疑会让俄罗斯直接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所以说，俄罗斯方面才会选择去警告乌克兰，以这种敲山震虎的方法让美国自己领会。由此可见，俄罗斯不去直接警告美国，而是去警告乌克兰是有原因的。估计美国看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警告，应该也会有所收敛。相信美国应该也不想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
毕竟美国也没有做好进行全面战争的准备，所以说还是奉劝美国好自为之。在4月初的时候，我国辽宁号航母与多艘军舰组成的航母编队穿过宫古海峡进行远海训练，此事也引得多方关注，包括1艘055导弹驱逐舰、2艘052D 驱逐舰、1艘054A 型驱逐舰以及1艘901型补给舰一同前往。近日，咱们的御用航空摄影师日本自卫队拍到了辽宁号编队返程的画面，并且在其公告中，我们还得知，当辽宁号航母编队再次路过宫古海峡时，有突发情况，逼得日本空自战机紧急升空，这是怎么一回事儿？根据日本幕僚监部网站的消息，在4月27号的时候，辽宁舰及其编队军舰共6艘军舰再度穿过宫古海峡，踏上回家之旅。根据此前的消息，此次辽宁舰战斗群在20多天的远海训练中，从台海到南海进行了大范围游弋。这次回程中，日本空自也将6艘军舰用镜头一一记录了下来。然而，除了这6艘军舰，还有一架升空的直18舰载直升机同样被拍到，而正是这架舰载机引起日本方面战斗机紧急升空应对。根据日本方面的声明，在当天，辽宁号航母上有一架直18舰载直升机从航母上起飞升空，并且一度接近大正岛东北约50公里到100公里处飞行。而日本人口中的大正岛，实际上位于我国钓鱼岛海域中，属于我国钓鱼岛群岛中的附属岛屿。此前，日媒还报道称，由于此前美日方面传出要在钓鱼岛海域进行联合军演，近段时间解放军海空军加强了对钓鱼岛海域的巡视，此举也导致中日矛盾进一步激化。因此，咱们的辽宁号航母舰载机要当着自卫队面接近钓鱼岛海域，无疑也是为了向对方表达我们要捍卫主权的决心。而且从日本自卫队拍摄的照片来看，咱们的直18下面还挂在了一个探测设备，很显然这是一架直18预警直升机。在空警600还未正式服役之前，直18预警机担负起为我军航母编队警戒的主力。直18舰载预警直升机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其尾部安装有一个长1.8米、直径0.8米的雷达天线。该雷达天线采用有源相阵控技术，使其具备对空与对海的搜索以及警戒能力。直18预警机可以在数秒钟内探测250公里范围内的多个目标，并进行实时追踪，而且还具备抗电子干扰以及空中引导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辽宁号航母编队无论是出发还是训练过程中，乃至返回，都弄出不小的动静。美日方面也一直在追踪辽宁舰编队的动向，这些也都说明中国海军航母战斗群的作战配合愈发成熟，不得不让对手警惕。